Filmora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剪辑软体，它适合于初阶到中阶人使用。Filmora 在不断的加入很多新的功能，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一些 Filmora 的使用功能，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介绍给你10个 Filmora 的使用功能，来让你提高影片剪辑的效率。同时我也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里面整理了你在影片剪辑的时候需要的所有步骤。如果是新手刚入门影片剪辑，或者你发现你在剪辑影片的时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记得去免费领取这份攻略，我会把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更好建立 YouTube 频道，你想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分享文件夹的功能，这个功能就是让你能够存储你平时常用的文件素材，这样在你今后剪辑新影片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直接从这里面抓取素材，不用再次导入。现在我打开了 Filmora， 这里有个 Shared Media， 在这里可以导入你的文件。现在我就导入了3个文件，这3个文件就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。那么之后我在剪辑新的影片的时候，它们依然会在这个文件夹里面。同时你也可以建立新的文件夹来进行分类。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。第二个功能就是创建代理文件。代理文件的作用就是暂时降低素材的画质，来提高你剪辑软体运行速度。例如说我导入了2个素材，我可以右击选择创建代理文件，现在它就会开始创建代理文件。在创建好之后，它就有这个标志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拖到时间轴里面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是 4K 8K 的大素材，如果你创建代理文件，那么剪辑软体的处理速度就会非常快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制定一些代理文件的设置，我们可以点击 Wondershare Filmora， 这里有一个偏好设置，在这里找到表现，这里就会有一个选项，当文件的分辨率高于某个数值时，就会自动生成代理文件。这里我现在默认是3840乘以2160像素，我可以选择1280乘以720像素。这样当我素材的分辨率高于1280乘以720像素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生成代理文件。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，当你关闭这个文件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去除你的代理文件，这样就会保持你电脑或者硬盘的容量。第3个功能就是自动删除渲染缓存。在 Filmora 里面，我们可以手动渲染一些文件，当我渲染好之后， Filmora 的运行速度就会更快。例如现在我有一段素材，我需要对它进行手动渲染，当渲染好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这条红线变成绿线，我们可以点击键盘上的回车键，现在就渲染好了，这条红线变成绿线。在渲染好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缓存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设置，自动删除这些缓存文件，去节省你的空间。我们还是来到 Wondershare Filmora， 点击偏好设置，在这里选择表现，这里面可以首先让你自动在后台进行渲染，你可以勾选这个选项，然后你也可以勾选这个选项，当你关闭你的文件时，它就会自动删除掉你的渲染缓存，所以这个方法就能够让你非常好的节约空间。第4个功能就是移除分割按钮，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的时间轴，这个就是移除按钮。当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，它就会帮你自动切割你的素材。但如果你觉得有时候这个会妨碍到你剪辑，你可以选择移除这个按钮。我们点击 Wondershare Filmora， 我们选择偏好，在这里找到编辑，这里就会有让你显示分割按钮。如果你取消这个勾选，你就会隐藏这个分割按钮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想恢复，还是选择 Wondershare Filmora，选择偏好，再把这个勾选回来。第5个功能就是复制效果。现在我有这2段素材，我想要把这个效果复制到这个文件上，所以我就可以右击，在这里有一个复制效果，然后我选择这个素材，我选择右击，这有一个粘贴素材，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之前那个文件的效果就复制到这个文件上了，这会让你非常好的节约时间。第6个功能就是时间线吸附功能。我们在移动素材的时候，我们都想要精确的移动到正确的位置。例如说我想把这素材移动到和这素材平齐，那我就可以往右移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左边出现一条白线，很好的引导我移动到准确的位置上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启用这个功能，你可以点击右键，这里有个 Enable Timeline Snap， 就能够打开这个时间线吸附功能。第7个功能就是素材颜色标记。在剪辑影片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素材，如果想整理不同的素材，我们就可以在 Filmora 里面给素材做不同颜色的标记进行分类。例如说我这3个素材是同一类的，我就可以给它们注明一个颜色，我可以右击，在这里我可以找到这个颜色，我选择红色，
那么这3个素材就会被标上红色的标记，这样我就能够很清晰的对它们进行分类。如果我想要同时移动这3个素材，也是很方便的。我可以选择一个红色标记的素材，然后选择右击，然后这里有选择所有相同颜色标记的素材，这样我就可以发现这3个素材被同时选中了，我就可以同时移动这3个素材。第8个功能就是群组素材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分类的方式。例如说，我想把这3个素材分到一个类别，我可以选中这3个素材，然后我选择右击，这里就有个群组，现在它们就被群组了。当我选中的时候，它们就会一起移动。第9个功能就是平移缩放快捷键，在 Filmora 里，你可以快速使用平移缩放的功能。例如像我有这段素材，我右击，这有个选项是 Crop and Zoom。这里我选择 Pan and Zoom， 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选项。首先第一个选项就是从大往小的缩放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。第2个选项就是从小往大的缩放。第3个选项就是从左往右的平移。第4个选项就是从右往左的平移。第12功能就是自动重建尺寸。很多人都想把自己以前的影片快速的变成 YouTube Shorts、IGTV 或者是 IG Reels。那么如果你使用了 Filmora， 你就能够快速的改变你影片的尺寸。我们可以打开 Filmora， 然后选择更多工具，在这里有个 Auto Reframe， 这里就可以让你导入你的影片。例如像我导入了一段影片，这里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比例，我可以选择16:9、1:1、9:16、4:3、21:9。如果你想要做出 YouTube Shorts 的影片，你应该选择9:16。像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的影片被自动的切换成了9:16的比例。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导出，然后再使用 YouTube App 来添加一些元素和文字，就能够做出 YouTube Shorts。这期影片和大家分享了10个 Filmora 的实用功能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还知道其他 Filmora 的实用功能，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大家也别忘了去领取那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Filmora 的教程，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，欢迎为我点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。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我的 IG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